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经典，却总是被大众严重误解的超级难题：我们到底应不应该让政治滚出体育？其实，很多人一听到这个题目，会立刻嗤之以鼻，认为这根本是天方夜谭，或者是某种不切实际的天真幻象。他们会告诉你，这就像是要求天气不要影响英国一样不可能。但是这种直觉性的反驳，完全搞错了我们今天这场深度解析的核心。关键在于一个英文单字 would， 也就是我们会选择怎么做，而不是 does， 也就是现状是什么样子。我们绝对不是在否认现实世界中，体育早就已经与政治权力纠缠不清。我们都知道希腊人曾经为了奥运而暂停战争，我们也知道冷战时期的苏联曾把跳远和体操当成展现国力的国家武器。我们更清楚，国际足总将世界杯主办权交给卡达，这背后牵涉了多少复杂的金钱与利益。我们确实就活在这样一个充满缺陷的现实世界里。不过，我们今天要用严密的逻辑去推演的是，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我们是否应该在制度上、在政策上，刻意且结构性地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这绝对不是一个天真的梦想，而是一个极具颠覆性，而且我们必须去执行的必要之举。重点来了，为了彻底拆解这个复杂的议题，我们必须建立一个清晰的分析架构。我们今天的逻辑路径包含6个阶段。第一，我们探讨体育政治的边界；第二，我们厘清个人良知与国家武器化之争；第三，我们回顾慕尼黑奥运留下的血泪教训；第四，我们剖析国际体育机构现存的制度盲区；第五，我们拆解内部矛盾与外部操弄的逻辑谬误；最后，我们探讨如何夺回纯粹的体育本质。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主题。第一部分，我们要先界定体育政治的边界，区分什么是无法避免的必然，什么又是刻意为之的操弄。任何反对把政治赶出体育的人，通常第一步都会先搬出庞大的历史资料。他们会长篇大论地告诉你，从冷战时期的奖牌数量、军备竞赛，到各个主办国利用体育赛事来宣扬国威，体育从古至今从来没有干净过。没有错，我们完全承认这个客观的历史事实。但是，承认历史事实并不代表我们就要全盘接受所有的政治力介入。在逻辑分析上，我们必须画出一条极其明确的界限。第一种情况，我们称之为无法避免的常态。任何人类建立的机构必然会包含人类的价值观，体育永远不可能处于100%的真空无菌状态。但是，另外有一种截然不同的情况，我们称之为刻意的武器化。这是指国家机器或强权蓄意且结构性地把体育当成达成地缘政治目的的工具。前者是人类社会运作的必然结构，但后者绝对是当权者人为的刻意选择。我们今天要防堵的，要严厉解决的，正是这个刻意武器化的选择，而不是去强求一个毫无瑕疵的完美乌托邦。接下来进入第二部分，个人与国家武器化之争。我们必须定义真正的目标。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在任何深度的逻辑辩论中，谁掌握了名词的定义，谁就掌握了整个战局。当我们主张要把政治赶出体育时，这里所谓的政治到底指的是什么？我们必须系统性地把2种截然不同的行为彻底分开。第一种是运动员个人的良知展现，例如1968年墨西哥奥运颁奖台上高举黑手套致敬黑人权利运动的汤米·史密斯与约翰·卡洛斯，或者是因为拒绝征召参与越战而宁可赔上4年职业生涯巅峰的拳王阿里。这些伟大的运动员，我们对他们致上最高的敬意，我们也绝对要用尽全力保护他们自由发声的权利。但是我们真正要抵制的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怪物，那是外部的政治实体与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们利用体育作为筹码，在国际舞台上购买合法性与权利。这两者在层次上、在影响力上、在道德动机上，完全是天壤之别，我们绝对不能混为一谈。为了让大家更清楚理解国家级别的操弄有多么夸张，我们直接口述一个具体的数据：2000亿美金，这是卡达为了举办一场世界杯所砸下的惊人预算。2000亿美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这笔钱足以建立起好几个国家的国防系统或是顶尖的基础建设。大家仔细思考一下，
一个国家花费高达$2000亿去办一场为期1个月的体育赛事，你真的相信这只是出于对足球的纯粹热爱吗？当然不是，对吧？这是一场经过精密计算的地缘政治战略。他们买的从来就不是足球，而是国际形象的洗白。他们透过全球数十亿观众的目光，来重塑自己国家的合法性与国际地位。这就是最纯粹的体育武器化。这与运动员个人在赛场上的政治表态，根本是处在完全不同的宇宙。第3部分，慕尼黑奥运的血泪教训，这是一个体育本身成为武器的悲惨案例。为了更深刻理解这种武器化的极致破坏力，我们必须回顾历史上最极端也最令人心碎的案例——1972年9月的慕尼黑奥运。很多人在辩论时会争辩说，边缘的困难案例不能抹杀核心问题的明确性。但是，慕尼黑的悲剧正是我们这个议题最明确的核心。当时的西德奥委会主席威利·道默刻意将慕尼黑奥运的选手村设计得非常开放、非常欢乐。那个选手村没有荷枪实弹的军警，甚至连最基本的安全防护都刻意降到最低，因为他想向全世界展示一个与1936年柏林纳粹奥运完全对立的和平且友善的新德国。这份善意几乎是一张发给全世界的无条件邀请函。然而，8名巴勒斯坦武装组织黑色9月的成员残酷地利用了这个邀请。9月5日凌晨，他们轻易翻过毫无防备的围墙，闯入以色列代表团的宿舍，当场杀害了2名运动员，并挟持了另外9名以色列人。当天晚间，西德警方的救援行动更是灾难性的失败，最终导致剩下的9名以色列人质全数罹难。在这场震惊全球的惨剧中，我们其实必须看透黑色9月冷酷且精算的战略逻辑。他们非常清楚，在传统的军事对抗中，他们是不可能打赢以色列的，所以他们刻意选择了奥运会。为什么是奥运？因为当时有高达9亿人正在观看电视转播。体育的全球关注度，德国背负的沉重历史包袱，还有那个为了展现和平而毫无防备的选手村，这些原本让奥运显得如此美丽的特质，在那个恐怖的早晨，全部变成了最致命的弱点。体育在这里绝对不是什么政治冲突的无辜背景，体育的影响力与开放性直接被敌人拿来当成了屠杀的舞台，体育本身就成为了武器。面对慕尼黑事件的惨痛历史，反对我们观点的人最常说的借口是，那只是一个极端的历史例外，我们不能因为最坏的情况就去限制体育的现状。这种说法在逻辑上简直荒谬至极。大家想想日内瓦公约，日内瓦公约为什么会存在？正是因为如果没有强硬的结构性约束，最坏的情况就不会只是一个例外，它会变成人类必然的终点。如果我们不为体育建立起阻绝外部政治势力操弄的高墙，慕尼黑的流血悲剧或者是卡达式的金权洗白就会不断的重演，防堵戒坏的情况发生，这正是政策与制度存在的唯一理由。我们继续聊下去，第4部分，我们要进入体育机构的制度盲区，探讨法律的灰色地带。如果我们真的要把国家政治力赶出体育，我们就必须严格检视目前掌管全球体育的这些最高机构。如果你仔细去挖掘，你会惊讶地发现，这个庞大体系的运作方式存在着一个巨大且完全不受任何监督的法律灰色地带。我们来解剖一下国际体育仲裁法庭，也就是大家常听到的 CAS， 以及国际奥委会 IOC。这其实非常讽刺 ，CAS 本质上只是一个私人的仲裁机构，它掌握着全球无数运动员的职业生涯与生计，但它完全没有任何民主授权，它也不是由任何国际条约所建立的法定组织。它一开始的设计初衷，充其量只是用来解决谁吃了禁药，或是球员转会费谈不拢这种体育内部的纠纷。但是现在呢，这些机构的运作模式简直就像是一家位于瑞士苏黎世的高级私人高尔夫俱乐部，一群从来没有经过民意检验的人坐在里面开会，却实质上做着影响全球数千万人的外交政策决定。这种不受公众监督的庞大权力，直接导致了系统性的伪善与双重标准。我们举一个最血淋淋的例子。当乌克兰战争爆发时，国际奥委会迅速且果断地全面禁赛俄罗斯。你可以主张这是一个基于和平原则的正确决定，很好。
但是同时，面对加沙走廊的严重冲突，他们却拒绝对以色列采取相同的集体竞赛标准。我们今天不是要讨论这两场战争的对错，我们身为分析师，要看的是决策机制本身。这两次截然不同的决定，毫无疑问都是高度复杂的政治决定。但核心问题来了，到底是谁授权他们做这些地缘政治决定的？他们受制于什么样的国际法律挑战？他们需要向世界上哪一个国家的选民负责？答案非常残酷，没有任何人，没有任何法定程序可以实质监督他们。这就是体育被少数私人机构政治化之后最危险的制度盲区。第5部分，内部矛盾与外部操弄。我们要来彻底拆解反对者的逻辑谬误。当然，反对我们观点的人也是省油的灯。他们最常把一句话挂在嘴边：政治从来没有离开过体育啊！你看柏林奥运，你看冷战的抵制。其实啊，这种论述只是在描述疾病，而完全没有证明我们不该寻求救药。大家想象一下，这就好比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的工厂就一直在排放废气和黑烟。难道我们会因为工厂本来就会排烟这个长久的历史事实，就放弃制定环保法规，不去管制工业污染吗？当然不可能，对吧？体育被政治污染确实是个长期的病态，但这绝对不代表我们就该双手一摊，放弃任何治疗与防堵的可能。简单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有人会拿过去国际抵制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成功案例来反驳，说这就是政治介入体育带来的好处啊。但是只要我们把这两种行为的本质拿来进行深度对比，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巨大差异。我们整理出明确的对比逻辑。当年对南非的抵制是多个民主国家透过透明的政治程序，基于明确的国际法原则所共同发起的，那是由具备民意基础的国家实体在适当的层级做出了负责任决策。这跟现在那些躲在黑箱里完全不受监督的私人体育机构所做出的武断竞赛，在正当性上是完全无法相提并论的。在我们主张的制度下，民主国家基于人权的合法抵制依然可以存在。我们真正要排除的是那些缺乏授权、黑箱作业的任意政治操弄。另外，反对者最狡猾的一招就是拿跨性别运动员的争议来做文章，比如大家都听过的 Lia Thomas 游泳事件。他们会振振有词地说，你看，连女性身体的定义都是证据建构的，所以体育根本离不开政治。这是一个极其恶劣的脱换概念。关于什么是公平竞争，我们该如何依据科学来分类运动员的身体条件，这确确实实是一个困难的体育内部争议。科学界与道德价值观确实在这里产生了激烈的冲突。但是，请大家仔细厘清，这跟专制国家砸下几千亿重金买球队来洗白独裁政权这种外部武器化行为，完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两回事。反对者企图用体育内部的科学难题来偷渡掩护外部国家机器的政治操弄，这种论述在逻辑上是绝对站不住脚的。第6部分，夺回纯粹的体育，这是一个激进但也无比重要的选择。经过前面这么多层的逻辑拆解与历史对比，我们终于来到了今天这场解析最核心的终极拷问。当我们剥去所有这些被操弄的政治外衣，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人类创造体育这个机制的初衷究竟是为了什么？那我们回顾今天检视的2大铁证。慕尼黑的悲剧用极为惨痛的代价告诉我们，当体育成为一个毫无边界约束的全球化舞台时，它会立刻沦为恐怖主义与极端暴力的展演场。而卡达与沙烏地阿拉伯的例子则向我们展示了，如果我们不建立起坚固的制度防火墙，威权体制就可以肆无忌惮地用金钱买下全世界最受欢迎的运动，直接洗白他们的统治合法性。这些都不是学术推测，这些都是已经发生且正在我们眼前发生的血淋淋证据。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第一，承认体育沾染政治的历史，不代表我们必须全盘接受国家机器的恶意操弄；第二，现今的国际体育仲裁机构缺乏民主授权，往往沦为双重标准的政治打手；第三，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就是我们对体育本质的坚定信仰，让来自世界每个角落、各种政治体制的人类褪去他们国家赋予的沉重标签，单纯只用他们身体的能力，在完全平等的规则下进行竞技与评判。这从来就不是什么小孩子的天真幻想，
在这个充满撕裂、仇恨与政治算计的世界里，这是一个极度强大、极度激进的选择。而这个纯粹的竞技场，绝对值得我们倾尽全力去捍卫。所以最后的问题留给大家：面对这个不再纯粹的体育世界，我们是要双手一摊，无奈地接受政治操弄将成为体育永远的寄生虫，还是我们有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在制度与结构上刻意地、坚定地去做出一个更好的选择？我相信我们绝对做得到，而且为了体育的未来，我们必须这么做。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哦，体育无法完全脱离人类价值，但我们必须拒绝国家机器将其武器化。从慕尼黑的悲剧到无民主授权的国际奥委会，唯有透过制度切断外部操弄，才能守护体育纯粹且平等的激进本质。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